师姐辱门，今日便以死谢罪。小姐，小姐怎么了？小姐你怎么了？可别吓奴婢啊！我这是重生了，上一世就是他们毁了我一生。沈清渊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太子妃。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且慢！苏连月，你居然在这堂堂大殿上展开这般污秽之物，是何居心？请皇后娘娘明鉴，清渊表妹名节有损，不配为太子妃。臣女在坊间买书时，无意间发现坊间竟流传着一本画册，上面的画不堪入目，画中之人正是臣女的表妹沈清渊。这不是我！春宫图早已传遍三殿，腰间梅花胎气，铁证如新。这种淫荡女子根本不配做太子妃，真是丢尽了沈家的脸面，有辱门楣。娘，沈清渊，你不知羞耻！堂堂镇国公长女，竟敢做出如此不堪之事，丢尽了沈家的脸。皇后殿下，老妇平日苦口劝诫她端正品行，不料此女天生水性杨花，方才闹出今日这等荒唐之事。待老妇带她回宫，执行家法。你姨母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答应过连月，会给她这世间最好的姻缘。你今日有辱家事，一日在宫便阻了她的路，你别怪母亲心狠。若非宜强亲自画出妹妹的胎记，今日别人还不会信。你师姐辱门，今日便以死谢罪。原来是你，叫人画了假的春珠图，就为了让苏连月嫁入东宫，害得我身败名裂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们害得我身败名裂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今天，一切悲剧的开端。这一次，谁都别想再害我。小姐腰间的梅花真好看，我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选妃宴之前。这么好看的梅花宴，今日皇后选太子妃定然会喜欢的，小姐一定能选上太子妃。选妃宴，梅花宴，请皇后娘娘明鉴，清渊表妹名节有损，不配为太子妃。这不是我！春宫图早已传遍三殿，腰间梅花胎气，铁证如新。柳曼云、苏连月，你们欠我，我必百倍夺回。碧荷，替我梳妆，选那套赤金枪红宝的正红色衣裙。今日的选妃宴，我定要艳压群芳。来了，小姐，保证把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皇后娘娘有请，镇国公府小姐上马车。姨父是不是希望妹妹选上太子妃？真羡慕妹妹有个好父亲，不像我双亲早逝，无人为我筹划。清渊，我平日怎么教导你的？要懂得谦让。你明知你姐姐没有父母疼爱，偏要惹她伤心，你这贵女的气度都学到哪里去了？母亲，从我上马车，并未说过一句话，为何说我惹得姐姐伤心？母亲将外祖母的头面送给姐姐，我无话可说。只是母亲，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即便你不喜欢我，也请母亲一碗水端平。做姐姐的怎么好意思抢妹妹的嫁妆？母亲，您说是不是这个？姨母，您别怪妹妹，都是我的不好，是我太小气了。妹妹，若是你喜欢这头面，今晚回府我便摘下来送你。今日就让我先带着，全了姨母的一番心意，好不好？你别生气，要不我把我娘亲留给我的那只钗子也送你，好不好？不必，表姐喜欢这头面，带着便是。
只是这副头面是外从母特意为我打造的，当年年纪幼小，交由母亲保管，想来是母亲忘了。今日借表姐戴一日无妨，记得归还就。够了，这是你外祖母留给我的，我想给谁便给谁。青瑶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你的贵女气度去哪儿了？母亲悉心教养表姐多年，难道不是表姐更该有贵女的气度吗？做姐姐的怎么好意思抢妹妹的嫁妆？母亲您说是不是这个意？这花草好可吃。前世太子就在后园遇刺，这一次我要提前赶到，改写自己的命运。前世太子遇刺，虽无性命之危，却让皇后震怒，险些取消了当日的选妃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救你，更要借这场救命之恩，拿到最硬的靠山，让柳曼云和苏连月的算计彻底落空。您被烫得这么重，等会选妃宴客如何是好？夫人一向偏心表小姐，见你这般模样，回去必定重罚于你。有刺客！你没事吧？臣等护驾不力，请殿下恕罪。快叫太医！殿下不必忧心，今日宫宴人多眼杂，不宜声张，寻一位医女为我敷药即可。小姐，您被烫得这么重，等会选妃宴客如何是好？夫人一向偏心表小姐，见你这般模样，回去必定重罚于你，定会说你举止不雅，丢尽沈家颜面。若是您再选不上太子妃，闭嘴！这是皇宫大内，岂容你胡言乱语？清渊先行告退。太子是明德仁善之人，救命之恩，他定会帮我。坊间竟流传着一本画册，上面的画不堪入目，画中之人正是臣女的表妹沈清源。早就听说镇国公之女端庄之礼仪态大方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本宫见了十分欢喜，太子妃之位非你莫属。请皇后娘娘明鉴，妹妹名节有损，不配为太子妃。臣女在坊间买书时，无意间发现坊间竟流传着一本画册，上面的画不堪入目，画中之人正是臣女的表妹沈清源。你怎么知道画中人是清渊？因为表妹的腰间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梅花胎记。女子身上的胎记是多么隐私的事，表姐怎会知道？你并非我亲生姐姐，又素来与我不和，你怎知晓我有胎记？是姨母说的。女子的名节何其重要，母亲怎会将亲生女儿的私事到处说与别人听？难不成在母亲心里，你比我这亲生女儿还重要？皇后娘娘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得不验啊。清渊，你可解释？娘娘明鉴，这是有人故意污蔑臣女。本宫相信你，镇国公家教甚严，他的女儿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姨母，您是清渊的母亲，您最清楚了，是不是？沈家养出这样的女儿，臣妇实在没有脸面求情，请娘娘另择贤良之人吧。如此家丑，还请诸位不要传出去，否则日后清渊还怎么嫁人啊？请皇后娘娘作证，为瑶儿验明正身，还我一个清白。经过上一世，我早已得知母亲的狠心，可再次听到她为了连月的前程毁我名节，将我逼上死路，我内心仍然一片悲凉。清渊知道母亲偏爱表姐，可女子的名节何其紧要，母亲想让表姐做太子妃，直说便是。女儿愿意退选，你为何要如此不择手段？难道为了表姐，母亲要逼我去死吗？
我有没有胎记，母亲不清楚吗？请皇后娘娘作证，为瑶儿验明正身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带去偏殿查验。启禀皇后，沈小姐腰部有大面积火创伤，并无胎记。你故意烫伤自己，把胎记除掉了。皇后娘娘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他呀！不信你问姨母，沈清渊，沈清就是画上之人。表姐，你一口咬死我是画上之人，你我到底有何仇何怨，非要置我于死地？我腰间根本没有胎记，你可有证据？姨母可以证明。沈清渊，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连月戳穿你，是为了全家着想。你犯欺君罪，满口谎言。沈清渊，你敢说我冤枉你？我可是你的亲娘啊！孤可以为沈小姐证明，她腰间并无梅花胎记。皇后娘娘，臣妇可以作证，小女身上确有梅花胎记呀！母亲偏爱姐姐，岂会不帮着姐姐作证？好，既然母亲想让我死，我便成全母亲。我承认画上之人就是我，母亲和表姐可满意了。请娘娘将玉如意收回，重新替太子殿下择选一位贤淑之人。沈清渊，你敢说我冤枉你？我可是你的亲娘啊！孤可以为沈小姐证明，她腰间并无梅花胎记。太子殿下千岁金安。母后，方才儿臣在后花园遇刺，是沈小姐舍身相救，因此她才被手炉中的火炭灼伤。故找了医女替她包扎上药，她可以证明沈小姐的腰间并无胎记。奴婢给沈小姐上药时，并未看见任何胎记。不可能，你说谎，一定是沈清渊收买了你。她是大内伺候的医女，你的意思是说孤也在说谎是吗？你与沈小姐是骨肉血亲，本应友爱互助，即便有什么矛盾，也不该如此毁她名声。母女天伦，孤倒是从未见过要替别人作证，逼自己亲生女儿的母亲。母后，沈家小姐心地善良，舍身救儿臣于危难之中，儿臣愿意为她证明清白。此事请交给儿臣去查，到底是谁画出这样的画册，肆意污蔑贵女名节？儿臣定要揪出幕后主使，给沈小姐一个交代。沈小姐是孤的救命恩人，孤绝不会让她受半分委屈。母后，儿臣对清渊小姐一见倾心，请母后赐婚，让她做儿臣的正妃。母亲为了连月真是费尽心机，可惜啊，即便是太子的侧妃，像她这样上门打秋风的破落户，也配不上。听说她是个宫女，进京投奔姨母，结果反倒是鸠占鹊巢，还想毁人家亲生女儿的名声。这种人最有心机，最是可恶。就是，国公夫人居然不为自己的女儿说话，反倒是对外甥女言听计从。沈清渊难道不是她亲生的吗？这种心思狠毒的人，以后谁娶回去才是倒霉呢？姨母，如今我成了满京城的笑话，让我还怎么嫁人啊？沈清源，看着你表姐被人非议，你心里很得意是吗？她本来出身就不高，如今因为你名声扫地，你有没有想过她以后怎么办？母亲为了表姐要置我于死地时，有没有想过女儿以后怎么办？你是国公府的嫡女，就算没了名声，也有一世的荣华富贵可享。可怜月不同，我答应过你姨母会照顾好她，如今闹成这样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必须说服太子，让连月和你一起嫁入东宫，你帮她求一个侧妃之位，她心思机灵，日后也能帮到你。你们姐妹齐心，互相扶持，岂不是一桩美谈？母亲为了连月真是费尽心机，可惜啊，即便是太子的侧妃，像她这样上门打秋风的破落户，也配不上。逆女，你竟敢忤逆母亲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沈清源，凭什么他能做太子妃，我哪里比不上他？清源，姐姐求你了，我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
只要让我与你一起嫁入东宫，我保证绝不争宠，否则今日之事传出去，我无好归宿。求你给我容身之所，我比旁人更值得你信任。苏小姐怎么跪地上了？姐姐何须我给你一个容身之所？想必母亲定会把最好的姻缘捧到你面前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你真嫁不出去了，母亲也会养你一世。沈清源，凭什么他能做太子妃？我哪里比不上他？我的女儿，你别气坏了身子，跟那个贱丫头置气不值得。姨母，如今我成了全京城的笑话，我这辈子都毁了，都毁在沈清一手里了。你放心，姨母一定给你找一门好亲事，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沈清渊那个贱丫头，姨母迟早让她付出代价。过几日便是清渊的天庄宴，到时候姨母再帮你好好筹谋筹谋，定要让沈清渊那个贱丫头身败名裂，再无翻身之日。你就是连月的远房表哥许文斌。回夫人的话，学生正是。我看你有功名在身，若考中中进士也是好亲事。我做主将连月许你，再备后庄，助你赶考，如何？谢夫人成全，学生定不辜负表小姐，定会好好待她。姨母，我的女儿，姨母都安排好了。许文斌有功名，日后你便是进士夫人，不辱没你。连月都听姨母的，这才乖。到时候姨母定你备一份丰厚的庄宴，还有过几日便是清渊的天庄宴，到时候姨母再帮你好好筹谋筹谋，定要让沈清渊那个贱丫头身败名裂，再无翻身之日。妹妹，可否扶我回院子？我头晕的厉害。妹妹，姐姐实在头晕，你院子近，不如到你房里先歇歇可好？好。妹妹也喝了酒，喝些热茶醒醒神。一会儿亲戚们还要来后院找你添妆。好。你快进去，按说好的做。夫人不好了，有外男闯到大小姐的院子里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好大的胆子，什么人竟敢闯清渊的院子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简直是败坏家风。这个逆女我是断断不能轻饶的，今日我便一根白箩勒死她。难怪夫人气成这样。把门踢开。来人，跟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沈清渊真敢做出这种事，我必饶不了他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简直是败坏家风。这个逆女我是断断不能轻饶的，今日我便一根白箩勒死她。难怪夫人气成这样。把门踢开。我的天，沈小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真是败坏门风。沈清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做出这种苟且之事！把他给我拖出来，我现在就打死他！母亲要把谁拖出来？沈清渊，你在这里？那房里的人是谁？表姐今日不知怎的，非要到我房中休息，待她歇下，我便去小厨房吩咐丫鬟做醒酒汤了呀。还不把表小姐拉下来，穿戴好衣裙！是妹妹害我，一定是她！表姐说的什么话？是你自己喝醉了酒，要我扶你回房，走到半路你又非要来我院子休息，况且与你有染的是你的亲戚啊，我压根儿不认识，你怎么慌话张口就来呢？当时可有许多小姐为我作证的。就是，我明明听见是你自己说喝醉了，非要谢扶你去休息，还非要去他院子里歇着，你怎么能反过来都说是他害你？谁害人会往自己的院子里带啊？再说小姐马上就要做太子妃了，为何放着锦绣前程不要，与一个穷孝才厮混？怕不是某人想要害人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？
你怎么敢这样说连月？你这个逆女，怎么会养出你这样的女儿？我宁可连月是我的女儿，而不是你这个冷血之人。连月是在你院中出的事，你敢说与你毫无干系吗？我就是喝了他茶才晕倒的。你怎么能胡乱说话？冤枉我们小姐！你在府里这些年，冤枉我们小姐的次数还少吗？诸位夫人、小姐作证，是一个丫鬟给我递了这张纸条，让我今日等在角门，说里面自有佳人，只要和她生米煮成熟饭，荣华富贵便都有了。我进来之后看到是连月表妹，才知道约我的人是她。如今我与她已成了事实夫妻，我愿娶她为妻，与她白头不相离。不是我约的你，我不要嫁给你，我可是要嫁入高门的，怎么会嫁给你这样的穷秀才？妹妹，求求你，我不要嫁给许文斌，你就当我是伺候你的奴婢或是猫狗一般，待我如东宫好不好？苏连月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？难道东宫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？你做出这种不知廉耻之事，还想让我带你入东宫？你把太子殿下当什么了？你怎么敢这样说连月？你这个逆女，怎么会养出你这样的女儿？我宁可连月是我的女儿，而不是你这个冷血之人！姐姐，他从小到大，我没陪过他几天。他人生里最重要的日子，我不能再缺席。再快些！元儿的吉吉礼我错过了，选妃宴也该结束了。不知我的小姑娘有没有选上心仪的位置？国公，您身上的伤还没好，要不先歇一晚，等明日我们再……歇不得！我常年守在边关，他从小到大，我没陪过他几天。他人生里最重要的日子，我不能再缺席。不可能！我的渊儿是什么性子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他刚烈却懂分寸，绝不是会寻短见的人。渊儿，爹爹回来了！国公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随渊儿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渊儿怎么了？是渊儿，她在选妃宴上被人爆出与人私通，春宫图传遍了京城，名节尽毁。我把她关在柴房里劝她，谁知道她昨夜想不开，悬梁自尽了。不可能！我的渊儿是什么性子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他刚烈却懂分寸，绝不是会寻短见的人。国公，事到如今，我怎么敢骗您啊？渊儿的尸身已经入殓了，就在偏房放着。你要是不信，自己去看啊！国公，不可啊！刘曼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渊儿是悬梁自缮的，样子不好看，也污了您的眼睛。他走的时候最挂的就是您，不想让您看到他这个样子啊！绝对不能让他开棺。渊儿脖颈上的致命伤口根本不是悬梁自杀的勒痕，编造的谎言被查就完了。那是我的女儿，我要见她最后一面。姨父，您别再看了，表妹她是没脸见您啊！你说什么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在表妹闺房里找到的。我之前劝过她，她还骂我多管闲事，说就算不做太子妃，也要和画师双宿双飞。姨父，都怪我没有看好表妹，她早就和外面的画师私通有染。那春宫图是她自己让画师画的，选妃宴丑闻曝光，她觉得没脸见人才悬梁自尽了。是啊，国公，我早就劝过他安分守己，好好准备选妃宴，可他不听啊，非要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
如今闹出这样的事儿，不仅毁了自己，还丢尽了镇国公府的脸。所有证据我早已精心伪造妥当，人证物证皆由我一手掌控。今日定然坐实他与人私通贿赂、羞愧自尽的罪名。姨父，您看，这是我在表妹闺房里找到的。我之前劝过他，他还骂我多管闲事，说就算不做太子妃，也要和华氏双宿双妃。国公，大事不好！二皇子殿下派人登门问责，说小姐秽乱名声，辱没皇家选妃，要府中立刻给出交代，否则便要参奏陛下革除国公府爵位。还有，边关800里加急，敌军趁您回京，突然全线反扑，边城告围，军情如火，催您即刻回营坐镇。混账！偏偏选在这个时候，内外夹击，欺人太甚！我早就布下天罗地网，任何能翻案的线索，我都掐得干干净净。镇国公就算想查，也半分线索都找不到。混账！偏偏选在这个时候，内外夹击，欺人太甚！国公，国事为重，边关要紧啊！渊儿的事已是定局，您可不能因家事误了军国大事啊！边关军情刻不容缓，皇家问责步步紧逼，我竟连细查渊儿死因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我早就布下天罗地网，任何能翻案的线索，我都掐得干干净净。那个画家知道太多，我早已派人暗中处理，死无对据。渊儿的贴身丫鬟碧荷早就被我卖到天涯海角，这辈子都别想回。府里的老仆全换成我的人，谁敢多嘴，下场只有死。人证、物证、知情人，全在我掌控之中。镇国公就算想查，也半分线索都找不到。柳曼云，你果真是宽容大达、贤良士极啊！人证、物证、知情人，全在我掌控之中。镇国公就算想查，也半分线索都找不到。月儿别怕，爹爹回来了，所有的事爹都知道了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曼云，你果真是宽容大达、贤良士极啊！毁自己亲女儿的名声，就为了替外甥女铺路，到底谁才是你的女儿？我镇国公府的金枝玉叶，岂容你这般作践？你竟敢打我！我含辛茹苦替你操持家业，养大女儿，一回来你便动手打我！恐怕是含辛茹苦的养大你的外甥女吧？你真当我不知道吗？平日里偏心就算了，你居然敢毁渊儿的名节！像你这样的毒妇，怎么配做渊儿的母亲？老爷，我并没有做过那样的事。来人，把你做过的事，当着大伙的面再说一遍。若不如实禀报，便斩首示众。我说，国公夫人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照画像画一幅春宫图，还让我画一朵梅花做腰间胎记。他说只要我画好了，拿到书房去卖，必重重有赏。大人，小人真的啥都不知道啊，冤枉啊！大人，不是我做的，国公爷，是他冤枉我。像你这种恶毒之妇，不配做国公府的宗妇。今日我便休了你，你即刻带着苏连月滚出沈家。大人，他给我的银票我还未花，他还赏了一根簪子，可为凭证。来人，给我拿来纸和笔。像你这种恶毒之妇，不配做国公府的宗妇。今日我便休了你，你即刻带着苏连月滚出沈家。国公爷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只想磨一磨青云的性子，我不是真的对他不好，你相信我。当年你家获罪败落，清渊的母亲怜悯你，将你接来。后来他缠绵病榻，临死之际，拉着我的手说，他谁都不信，只信你，让我给你一个名分，日后好好养育清渊，不至于让他在后母手中讨生活。这些年边关连年作战，我抽不开身，想着原与你生死相托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至于苛待了他的女儿。谁想到，你居然是这种蛇蝎之人！原来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柳曼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帮苏连月铺路。
原来他们本就是亲生母女。柳曼云居然不是我的生母，是爹不好，我早该告诉你真相，不该让你吃这么多的苦。姨父，求求你别赶走我和姨母，我再也不抢表妹的东西，再也不与她争了。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臣治家不严，致使毒妇作乱，险些害了臣的女儿，臣请罪。镇国公为国镇守边关多年，舍小家为大家，劳苦功高，此事错在柳氏，与你无关，何罪之有？难怪国公夫人对清渊如此。本宫还叹天下竟有如此心狠的母亲。传旨，命太子亲自护送镇国公回府。国公爷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原来如此，难怪柳曼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帮苏连月铺路。原来他们本就是亲生母女，云儿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我定要替她解了这个心结。钱是我到死都盼不到的圆满，今生终于握在手里了。小姐，该戴凤冠了，这可是皇后娘娘亲自命上一举赶制的。太子殿下给太子妃的聘礼，从昨天就开始抬了，整整抬了1天1夜。听说光那对火焰都是殿下亲自去围场猎的，那可是镇国公府的嫡小姐，舍身救过殿下的命，殿下疼她疼到心坎里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金枝玉叶十里红妆啊！是啊。一书书到尾，二书白发齐眉，三书子孙满堂。小姐好福气，这京城上下找不出比这更风光的婚事了。钱是我到死都盼不到的圆满，今生终于握在手里了。小姐，该戴凤冠了，这可是皇后娘娘亲自命上一举赶制的。爹爹，这是你生母当年的疾病礼，她走的时候叮嘱我，要在你大婚那天亲手给你戴上。爹爹，我不苦，有您在，我从来都不苦。太子殿下的迎亲队伍到府门前了。清渊，你今天真好看。岳父大人，小婿来接清渊了，此生此世定护他一世安稳，岁岁无忧。我就这一个女儿，她前半生吃了太多苦，往后就托付给你了。吉时到，起轿。这一次是真的圆满了。清渊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殿下说笑了。我从不说笑，从御花园里奋不顾身扑向我的那一刻，我就想，若是能娶你为妻，定是我此生最大的幸事。如今我得偿所愿了，待了1天，累坏了吧？殿下，谢谢你。谢谢你愿意奔向我，愿意给我一个家，愿意让我护着你。沈清渊，此生此世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绝不相负。我也是。殿下岁岁年年，永不分离。快去太医院请太医过来，太子妃身子不适。
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要不要传太医过来看看？就是突然有点反胃，许是这桂花香太浓了，闻着有些不适。快去太医院请太医过来！太子妃身子不适，难道是有了？恭喜太子妃，贺喜太子妃，您这是有喜了，已经1个多月了，胎相安稳是大喜之事啊！太好了，小姐有喜了，老天保佑！医师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真的有身孕了？臣不敢欺瞒太子妃，千真万确。清源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恭喜太子殿下，贺喜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已有1月身孕，胎相安稳，是天大的喜事啊！这里有我们的孩子了。若是不想看，我们便从侧门进去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殿下，你看，这梅花开得真好，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片梅园一模一样。不一样，那时候我孤身一人，如今我身边有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沈正妃，恭喜沈正妃。地上滑，慢些走，我扶着你。若是不想看，我们便从侧门进去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方才看到他们，有没有想起不开心的事？没有，前世的恩怨，早在他们被赶出府的那一刻就已经了结了。如今我有你，有孩子，有爹爹，有满心的欢喜，哪里还有空去记着那些固执的人？虽然你不说，但我知道你心里定然是委屈的。我总要查清楚，到底是为什么他能狠心到这个地步。昨日惠州的人来报，苏连月的身份已查明，原来她是柳氏的亲生女，多年前林家获罪流放，她未婚先孕，不敢声张，便偷偷生了下来，送给了已经嫁人的姐姐，然后自己孤身一人投进了国公府。殿下派人去查苏连月的身世了。柳氏自幼对你不好，虽然你不说，但我知道你心里定然是委屈的。我总要查清楚，到底是为什么她能狠心到这个地步。母女天伦，他偏心自己的女儿也是寻常，前尘已往，如今臣妾也要做母亲了，这些事就让他过去吧。好，我陪着你，陪着我们的孩子，岁岁年年，永不分离。我不能死，我要活，我要护住我的孩子，护住我的家人。殿下别急，青鱼福大命大，定会母子平安。小姐，再坚持一下，太医说孩子马上就出来了。孤可以为沈小姐证明。我不能死，我要活，我要护住我的孩子，护住我的家人。这一世，我不要再重蹈覆辙。恭喜殿下，恭喜国公爷，娘娘成功诞下小皇子，母子平安。清源，辛苦你了。殿下，我们的孩子平安出生了。像你，一定是个好孩子。往后有我陪着你，陪着我们的孩子，岁岁年年，永不分离。
母妃，为什么别的娘娘都外祖母来探望，晨儿却没有？晨儿有祖父，国公每月都来看你，给你带那么多好玩的东西。可是祖父是祖父，外祖母是外祖母嘛。晨儿，想见外祖母吗？婆婆，你拿着，吃了就不冷了。晨儿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走吧，往后有我陪着你，陪着我们的孩子，岁岁年年，永不分离。殿下，今日为何带晨儿来？我想让你他们如今的模样。我知道你嘴上说放下了，但心里未必。3年了，我亲眼看着他们从最初的怨毒不甘，寒苦暑从未相见。寺庙的住持说，柳氏如今最常做的事，便是跪在佛前为你祈福。他说他对不起你母亲，也对不起你。若有来世，愿做牛做马，偿还今生罪孽。今生恩怨就此了结吧，来世愿你我再无瓜葛。今生恩怨就此了结吧，来世愿你我再无瓜葛。爹，元儿，今日去寺里了。他们的事儿我都知道。那寺庙是太子安排的，清苦是真清苦，但也算给了他们一条活路。父亲，您恨他吗？恨过，尤其是知道他那样对你的时候，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但这些年过去，看着你过得幸福，晨儿又那么可爱，那恨意也就慢慢淡了。渊儿，人要往前看，你过得好，就是对你母亲最好的告慰。父亲说的是。禀太子妃，柳氏病故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晨儿，我们继续玩。清渊，清渊，谢谢你当年扑过来救我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个家，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幸福的人。我也要谢谢殿下，谢谢你信我护我，陪我走到今天。父皇母妃，晨儿也要听悄悄话。